是从哪一刻开始的呢？没有人说得清。也许是某个加班后的深夜，停车场的车底下传来一声很轻很短的叫，不像在求救，更像是终于放弃了求救。也许是一个雨后的黄昏，墙根与垃圾桶之间有什么东西在湿漉漉地发抖。你本来只是路过，你甚至告诉自己别蹲下来，蹲下来就走不了了。可你还是蹲了下来，就这一蹲，你已经上了船。一个屋檐，一碗温水，一个随口起的名字，账面上的故事写得很清楚，你收留了它。可日子久了，账簿慢慢翻出了另一面。那碗水摆在厨房角落，每天早晨你醒来第一件事是去看它空了没有，而在此之前，你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有第一件事了。他在凌晨3点跳上床，踩过你的肚子，你骂一句，翻个身又睡。可那一声闷响和4只软爪的重量，是独居以来这个房间里唯一不是你自己发出的声音。你开始准时回家，因为有一个活物在等。你不再觉得搬家无所谓，因为窗台上那块被晒暖的位置已经是他的了。谁收留了谁，到头来并不那么分明。伦敦有个在街头卖艺的人，食不果腹，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负担。可他还是没忍住去救了一只受伤蜷缩在楼道里的猫，姜黄色的。后来那只猫跟着他上街，蹲在他弹吉他的背包上，成了他重新找到方向，一点一点整理好自己生活的支点。肖尔迪奇有个在街头和监狱之间挣扎了近20年的人，买下一只胆小的流浪狗。为了照顾它，他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，在街头画起了狗和建筑，最后画进了画廊。厄瓜多尔的雨林泥泞里，一个越野赛的队长只不过递了一颗肉丸，那只浑身是伤的流浪狗就跟着跑完了全程。他放弃了名次，把狗带回了瑞典。后来他的基金会还参与倡议了当地的动物福利立法。戈壁沙漠里，一个跑超级马拉松的人被一只沙色小狗跟了近80英里，他花了半年时间，跨了好几个国家的检疫关，才把它带回家。故事各不相同，结构却如出一辙。一次偶遇，一念怜悯，一段本不在计划里的牵绊，然后生活改了道，而且再也拐不回去。从前的猫不是用来爱的，它捕鼠看仓，守一户人家粮食的夜是一件有用的活物，和镰刀和看门的狗一样，是家产的一部分，不是家人的一部分。据说宋朝的人迎一只猫进家，要备盐或鱼干做聘礼，写一纸猫契，向神灵打个招呼，因为他来是有任务的，保万卷书，保几缸米。陆游给猫写诗，那已经是很晚很文人的事了。古罗马人走得更远一些，留存的碑文里，有人把爱犬葬入石墓，在碑上刻满不舍，有人请画师给狗画像，让它睡在自己的床上。但那是帝国富人的特权，不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制度。在更多的地方，狗就是狗。在一些民族志的记载里，苏丹南部的牧人把全部的仪式与深情都给了牛，狗只是追羚羊的销售工具，兽的肋骨根根分明，没有名字，没有抚慰。美洲一些部族的传统里，狗严禁踏入居室的门槛，不可碰人的碗碟。它可以守你的夜，但不可以进你的家。有的语言里，宠物这个词至今不存在。把动物当家人并不是天经地义，它是某段历史里才长出来的情感。而我们恰好活在这段历史的最远端。今天猫什么也不必做了，不必捕鼠，不必看仓，不必证明自己有用。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在那里。人最不需要猫狗的年代，偏偏是养得最多的年代。一个人住的房间越来越多，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。而在一些国家的统计里，家养猫的数量已经悄悄超过了狗。不是因为猫变了，是因为城市变了，变得更快、更小、更安静，安静到需要一个不说话的活物来证明这个房间里不止你一个。怜悯从来不是一次选择，而是一道单向的门。推开很容易，一声叫，一双眼睛，一个蜷缩的姿态就够了。可回头很难，门一开，责任上了锁。锁一上，棘轮便只朝一个方向走。
你再也回不到那个还没遇见他的自己了。这道门为什么这么容易推开？大概因为门栓本不是为他设计的。有研究者认为，那双大眼睛、那个大脑袋、那张软乎乎的脸，触发的其实是我们身体里一套更古老的东西——照看婴儿的本能。我们弯下腰去看它，用的是看自己孩子时的那根神经。我们把它抱起来，启动的是几万年来确保后代存活的那套程序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怀里的不是婴儿，是一只猫或一只狗。可这里藏着一个至今没有人解开的结。一种解释说，这是写进人性深处的天性。养宠如此古老，如此跨越时代和大陆，它只能来自我们是谁，来自我们这个物种最内核的某种共情冲动，和语言一样深，和音乐一样久。如果它真的有害，几万年的自然选择早就该把它筛掉了。它留了下来，说明它对我们的祖先曾经有用，甚至可能正是驯化动物、开启农业的那颗种子。另一种解释冷得多，有人类学家编过一份将近400条的人类普遍特征清单，从吮拇指到对死亡的信仰，里面有对生命形态的兴趣，却独独没有养宠这一项。世界上有太多地方，人和动物相处了千百年，却从未产生过把它们当家人的念头。至今也几乎没有人用双胞胎研究去验证这件事是否真的写在基因里。也许它只是一次美丽的误触，我们照看后代的本能太强大了，偶尔溢出了边界，被一双恰好够圆、够大、够无辜的眼睛借用了去。就像尾鹰替布谷鸟孵蛋，不是因为蠢，是因为那套识别系统的阈值本就设得很低，宁可错养，不可错弃。是天性还是误触，没有人能替你裁决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蹲下去的那一刻，没有人真正算过账。牵挂的反面是失去的代价。一只家猫的寿命大约12到18年，长短看运气，也看遇见了谁。你在第1年学会了和它相处，在中间那些年习惯了它的重量、它的体温，它在你脚边绕来绕去时毛蹭过脚踝的触感，然后有一天它不在了，痛大到不成比例。朋友安慰你，不过是一只猫，你知道他们不是在说假话。按任何理性的尺度，一只猫的离去都不该让一个成年人这么久缓不过来，可你就是缓不过来。这大概也不是选择。我们身体里有一套很古老的系统，专门管分离这件事。和亲近的人走散了，他就拉响警报，催你不安，催你去找，催你回到那个你觉得安全的人身边。几万年前，这套系统保过命。问题是，他分不清暂时走开和永远离开。死亡是他从未被设计来处理的场景，于是他在那里空转过载，发出一遍又一遍已经没有人接收的信号，哀痛便久久不肯收场。有人问过，给你多少钱，你愿意换走你的猫？很多人的回答是不换。不是算不清这笔账，恰恰是算得太清楚了，清楚到知道这件事根本不在账本的管辖范围之内。牵挂之所以重，正因为它本就该重。那是同一套让我们彼此不舍的系统，让母亲听见婴儿哭就醒，让恋人分开就焦灼，让你在异乡夜里突然想起一张脸，只是这一次对象换成了一只猫。系统不知道，也不在乎，可你也清楚，救得了眼前这一只，救不了那未曾谋面的成千上万只。这座城市的暗处流浪着远比你想象更多的生命。你蹲下来抱起了一个，巷口还有3个，你喂饱了这一窝，马路对面还有下一窝。怀里装不下一整座城的流浪，这不是修辞，是物理。而怜悯本身也并非没有代价，被你护下的猫走出院墙就是一个熟练的猎手。你不必为此内疚，但你也无法假装这件事不存在。心很大，脑也很大，这个物种的两难大概从来就躲不掉。有人说过一句很诚实的话，人对待动物唯一一致的地方就是不一致。我们活在一片为难的中间地带，看得见黑，也看得见白，
却只能在灰色里做选择。绝域放归，留一盏灯，这些不是放弃，也不是胜利，只是一种诚实。不是因为不够爱，恰恰因为太清楚，你改变不了所有的命运，但你能守住眼前这一小片。夜里出门喂食的人彼此并不相识，他们在不同的墙角，差不多的时辰，放下猫粮，换掉脏水，然后起身离开。没有人组织过他们，没有人给过他们头衔，可他们心照不宣地接力，维护着一张看不见的地图。哪个角落有几只，哪只最近瘦了，哪只上周不见了。这是一片没有产权、没有章程，甚至没有名字的工地，靠的只是蹲下来过一次的人，不忍心站起来就忘。灯还亮着，门口那盏是忘了关，还是故意留的，连自己也说不清。是从哪一刻开始的呢？有人说是天性，是写进基因的古老召唤；有人说不过是一场美丽的误触，是育幼的本能溢出了边界，恰好被一双眼睛接住。也许都对，也许都不重要了。船已经开了，而你也并不真的想下来。灯照出去，照见的未必是猫，也许是那个蹲下去的人自己，一个原本只是路过，却再也没能走成的人，和一道小小的跟随的影子。